我是健健老师。那么今天呢，要为大家分享的是一款短发的剪烫短发的剪烫。那么我们首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model 我们既然是要剪和烫，那我们首先一定要明白，你是要以做项目为主那么短发呢，又分为结构型的短发。那么结构型的短发呢，可能更多的是以裁剪以功能性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为导向的。那么今天我们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我要是去给它做项目，我要做烫发所以你得明白，你既然是要做烫发，那这个里面就一定要融合到什么？设计所以首先你在做一款发型之前，不是说你这个发片拉的有多好，然后这个标准做的有多高，而是首先这款发型做出来，它一定是适合 model 的，适合你的客人的才是最好的。所以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先搞明白。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 model 的风格是什么样的首先它是属于很酷很欧美的吗？不是，对不对？那它是属于很甜美的吗？好像也没有那么甜，对不对它是属于什么样的感觉呢？首先它的整个风格的印象当中，它是有一些甜美俏皮活泼的味道在里面的，但是呢它又有一点点酷酷的那种意思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打造的这款发型的风格就是一款甜酷的一款短发，甜酷的，就是可盐可咸，大家能理解吗可盐可咸可甜这样的一个风格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头发的一个分区。我们用到的是2分区，大家看一下什么叫2分区？那也就是我们把头发分为上下2个区域。当然只要用到2分区，那这个头发一定是要用组合层次来做。任何一款发型只有2种层次，要么是单一层次，要么是组合层次。单一层次是指这个头发全头它是连接的，不管你是做45度堆积，还是做去除，还是做反曲线还是做其他的一些技术性的一些东西，这款发型只要是连接的，那么这款头发叫单一层次。第二种就是2分区组合层次。那么组合层次最难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不同的区域用不同的技术来达到不同的效果，还要让每个区域能够更好的过渡融合在一起，这个是我们做组合层次最难的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这个是最难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就是为什么要做组合层次呢？因为你要做烫发一个发型里面它一定要有内部的一个空间和层次感在里面。如果整个头发它是很齐很呆的，这个头发烫出来它没有动感，内部的空间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通过结构让整个头发的内部空间达到一个更加柔和自然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分区那么侧区呢，我们分3个手指位，上面这个区域一定是比下面这个区域要厚一点点，因为上面是重量的部分那后发区呢，我们是分到枕骨点的地方分到枕骨点。好 OK，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今天这款头发的一个裁剪了。在我们的沙龙工作当中，我们去剪一款短发大概是在20分钟到30分钟，正常来讲把这个结构剪完，然后进行烫发。烫发大概只需要15分钟的时间，加热10分钟，定型5分钟，这个头发就完事了。卷干子大概10分钟所以烫个头发是快速的，剪一个结构出来，在现场大概只需要花20分钟就可以剪完。好，那我们讲一下在后发区，在整个2分区以下，我们整个头发下面要做去除的层次，而在2分区以上要来堆积它的重量，因为要涉及到这个头发是要来进行一个烫发的，那么所以这个头发我们在修剪的时候，我们尽量让它的结构去走圆。而且呢，它的这个头发我们从侧面来看一下，它的后发区在这个地方它的后脑勺是比较扁平的，所以我们在修剪后发区的时候，第一下面要做收紧，第二我们在上去的重量线要把它控制好。如果说这个头发下面层次剪得过于太高，大家可以看一下从侧面，如果这个地方收紧了，重心过于太高的话，就会显得它的额头很高，脸拉的会很长，所以后区的整个重量线我们要落的稍微低一些，而且我们在做烫发的时候要学会计算这个头发的落点和落差。那也就是说，最终我要在剪湿发结构的时候，比我最终预设的这个效果放长1到2公分。
啊，标准的话是放长1公分就可以了，因为烫完会短一点，吹干会再短一点点，所以要计算好这个头发的落点和落差。第二个，我们要再看一下它的整个头发后发区，你从后面去看的时候，它的这2个面是比较偏宽的。那么，所以我们在修剪这款发型的时候，要考虑到如何把这2个面去给它收窄，去把它收紧，这个是我们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如果说后发区这个地方不够收紧，会增加2个面的宽度，这是要考虑的问题。第3个问题，我们再看一下后发区脖子的问题。你要拉起来看一下它发际线，它的发际线呢相对来讲比较偏低啊，比较偏低，而且呢比较偏窄。那如果说我们在后发区修剪的时候，这2个面如果露得太多的话，会增加它皮肤的一个曝光，所以我们要考虑在2侧这个地方需要有一定的头发来遮盖修饰它的脖子。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啊。后发区第一，既要拿走它的重量，还要收窄它这个面，还要让它达到一个非常服帖的一个收紧的效果，这是我们今天在后发区要得到的一个效果。后发区呢，我们要做一个去除重量啊，然后呢上下是做不连接的一个层次，所以在这个区域我在修剪的时候呢，是要拿走这个地方的重量，让模特的头位微微往前倾斜，拉到分缝线的高度。那我们所预留的长度呢，是在梳子的1半啊，梳子的1半。来看一下第1刀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略微的剪一个轻堆积的效果出来，所以手位略微往内收紧一点。不要急，第一片剪完以后放下来，自己先看一下这个长度啊，这个层次是不是你自己所需要的？因为我们在修剪头发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一个逻辑啊。我们在剪第一片引导线的时候，是宁愿放长也不要剪短。如果第1刀下去，我觉得这个长度有点长，那我还可以再来一次。第一片引导线一定要控制好。OK， 第1片完成以后，继续第2片，从第2片开始，我们的划分线要略微画斜。来，有谁能够告诉我为什么从第2片开始我们要画斜呢？那也就是我在修剪第1片的时候是垂直手位，第2片的时候我的手位跟随划分线来发生变化。好，第2片开始，拉到分缝线的高度。他们怎么说？放射由向，保留2侧的长度，放长2边，放长外线。注意啊，在这里我没有用放射的层次啊，这不是放射哦。我用画斜的方式，主要是要来增加这个头发的一个什么呢？推动力和它的一个流向。继续画斜，顺着这里来，跟着你的头型来走。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修剪的时候，我们的站位是跟随头型来做移动，一片靠一片的方式啊，一片靠一片的方式。人的站位跟随头型移动，在修剪的时候要注意来控制你的 model 的头位，角度要拉到分缝线的高度。不要着急，一片一片的走。看一下我的手位啊，看一下我的手位，手位与划分线保持平行，一片靠一片的方式。那我们剪完以后呢，它的外线会比较柔和，而在这个地方得到的一个效果就是一个轻堆积的效果。外线要放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个头发我们到最后是要进行烫发的，所以在施发的时候一定要放长1公分，所以一定要计算这个头发的落点和落差。
每一片都要拉到分分线的高度。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剪完以后它的一个柔和的效果 ，O 不 OK 嘛，各位啊 ，O 不 OK 嘛？继续顺着这里来画斜啊，这个斜度是多斜呢？我们的划分线是斜15度，不要过于太斜。当你过于太斜的时候，这个头发剪完，它的左右的这种推动力就不够。所以我们手位是略微画斜，如果你接近于水平的划分线，你的推动力是不够的，而且会增加这个面的宽度。OK， 我们越到侧面的时候，头位往另外一侧微微倾斜，人的站位是在跟随头型在移动。第一片角度梳起来，要拉到分分线的高度，看到你的引导线。我想问一下，有认真仔细看直播的人，这个头发是一个完全的去除吗？我想问一下，我剪的是一个完全的去除吗？有没有重量？我想问一下各位，在这个区域我剪完以后有没有重量？不是，有。对，它是有一点点重量的啊，有一点重量的，轻堆积啊。请注意，到了我们侧部转角位置的时候，我们的发片要略微往后靠一点点。越到侧部转角的位置的时候，我们的分线分成垂直面。越到侧部转角的位置，分到垂直面。然后前面的这两片头发都要往这个发片来靠，目的是略微放长我们侧部转角的长度。而且在耳上的位置，如果你跟着头型来走，这个地方头发一定会上去，会很短，很容易缺掉。我说过啊，如果我在现场来剪这个头发，我就20分钟把这个结构全部剪完。但是做直播呢，没办法，我要慢。看一下，拉到分分线的高度。在后发区，我们的发片都没有往后靠。在哪里开始靠呢？在我们侧部转角的位置，也就是这一片的时候，前面的发片全部靠到侧部转角的这个位置来，那也就是前面耳上、耳背这个位置的头发，先保留它的长度。好，继续。大家看到啊，我在修剪的时候一直在干嘛？一直在喷水。所以我们在修剪头发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头发相同的湿度。来，在这个发片的时候，带到我们侧部转角这个位置来，梳起来。那也就是在这个位置略微往后靠一点点。看一下我的切口的形状是怎么样的哦。好，继续最后一片。好，相同的方式，这一片依然是靠到我们侧部转角这个位置来，往后靠一点，不要靠太多，兄弟们，不要靠太多啊。那这样子呢，我们把这个面的层次就给它剪出来了。外线的长度肯定不是我们最后要的一个长度，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是要放长它的长度啊。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细节，请看好了，因为我刚刚这个发片是往后靠，我是要放长外线这个地方的长度。那往后靠完以后，这个地方是不是会有一个角？是不是会有一个角？然后我们刻意的把我们这个地方的角干嘛呢？给它去掉。所以梳起来，往我们侧中线的位置去靠，把前面的这个角给它去掉。当我的角度抬高的时候，外线的长度是不是剪不到？当我的角度抬高的时候，外线的长度是剪不到的。OK， 放下来。那这样子呢，在我们耳上这个位置，它的重量就被我拿走了，能理解吗，各位？你看我这样剪完以后，我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第一，我拿走了整个后部枕骨区的重量，
得到了一个轻堆积的效果。第二，我让它的整个外线非常的柔和。第三，我同时又保留了我们侧部转角这个位置的一个什么长度，减少它皮肤的一个曝光啊。第四个，我又达到了在整个侧部转角的位置的一个收紧感。所以技术不是你的发片拉的有多好，不是你在那里搞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而是你每一刀下去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个你脑海当中要非常的清晰。好，接下来我们修剪另外一侧。那么剪这一侧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两边会剪得不是特别对称，对不对？如果你的站位是站在这个发片的后方，你在修剪的时候很容易就往后面带，对不对？所以我说了，你在修剪的时候，你的发片，你的人的站位要站在这个发片的内侧来修剪，能懂我的意思吗？在修剪的时候，人站到发片以内，来角度梳到分缝线的高度，从上往下修剪，头发低一点啊，从上往下修剪，手位与划分线保持平行。好，继续来，人站到发片的内侧，发片要梳起来，梳到分缝线的高度，手位与划分线保持什么平行啊？你只要记住这几个原理就可以了。人的站位跟随头型移动，站位要站到发片的内侧，手位与分线保持平行，那你剪出来几乎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来，剪到下面的时候，你的手位要收进去啊，你的手位要收进去。好，继续用这种方式剪完以后，你整个头发的一个均匀度啊和它的一个细腻度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啊，非常舒服的。OK， 继续相同的方式，注意哦，一定要跟随头型移动哦，要养成肢体上的这种什么习惯。你看我切口面啊，还有我的手位啊，你只要把这几个细节控制好，那剪完这个头发是不会有问题的。很多时候呢，为什么你剪出来两边不对称，是因为你两边的手位不一样，所以剪出来自然是不会对称的。OK， 继续看一下我的划分线是斜15度的样子啊，斜15度左右，没有分得特别斜。而且我在修剪的时候一定是在干嘛呢？喷水。剪头发基本功好不好，我觉得非常重要。你要记住基本的3个剪发的标准。第一个，要保持头发相同的湿度；第二个，保持提拉发片相同的力度；第三个，保持相同的肢体语言。那也就是你的提拉发片的张力要一致，头发的湿度要一致，湿度、力度保持一致。看我人的站位啊，永远是在这个发片的内侧。OK， 继续。好，到这一片的时候，我们要分成什么啦？竖向的划分线，拉到我们侧部转角的位置来做修剪。那也就是在我们侧部转角的位置才略微往后靠了一点点。在后发区，我们是跟随头型在做什么呢？移动。最后的这2个发片都拉到我们侧部转角的位置来做修剪，依然是梳到分缝线的高度。好，继续拉到我们侧部转角的位置。来到我们侧部转角这一片头发的时候，梳起来，往前面去靠。往前面靠的时候，角度要梳高，目的呢是要把我们侧部转角的这个角给它去掉，要把这个地方的重量给它拿走。所以梳起来，
角度抬高才能放长我们侧部外线的长度。这个步骤一定要做啊，一定要做。放下来外线的长度才能够去保留。来，我们看一下，这样子剪完以后，外线的柔和度有了。好，那我们这样子做完以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要把它的这个外线给它稍微的去一下啊？来，接下来是重点，是细节。好，将头发一分为二，从中间开始划一个 C 形出来，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切这个外线的形状的时候，是切一个往上15度的形状，往上15度的形状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用小锯齿、小剪剪的方式切一个微微往上的形状。记住啊，不要用平切口。如果你是以干净利落的这种结构为主的话，那没毛病。但是你今天要涉及到是干嘛呢？要烫发，所以你的切口尽量用锯齿点剪的切口，切一个微微往上扬的感觉。来，切口微微往上扬，往上扬15度的感觉，那后发区这个地方才能得到一个收紧的效果。来，里面的头发发际线比较低的，把它剪掉。好，那我们这样子切完了以后，来再看一下这个地方，就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干净利落，而且又是比较柔和的一个什么外线的效果。那这个地方它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往内的收紧感，而上区有一个轻微的重量线，能理解吗，各位？那这一侧呢，相同的方法 C 型梳理，看一下 C 型梳理，把发际线的头发梳到自然垂落，来在这个地方带了一点点 C 型的幅度。OK， 以这边的长度来做引导，切一个微微往上扬的外轮廓线。那这个外轮廓线是多少度啊？刚刚我有讲过，切这个外轮廓线的时候，切到多少度？对，15度左右啊。对，为什么要切一个微微往上扬的角度呢？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切一个微微往上扬的角度？因为你在切的时候，模特的头位是往前微微有所倾斜。当它的头位回正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来，当它的头位回正的时候，那这个头发的形状是不是就是往上走的？往上走的时候，这个头发的形体才能够收得更紧，它才能收得更紧。要不然很多的发型师剪完以后，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形状。当这个地方的长度越长，侧部转角的面就会增加的越宽，越宽的时候，后部的收紧感就没有了。所以要切一个微微往上扬的角度。OK， 那么接下来我要继续来修剪我们的侧发区。侧发区很重要啦，侧发区不能够剪一个均等去除层次，因为剪完以后侧发区的长度会比较偏短，而且你剪完以后这个地方没有任何重量了，我们要和后发区形成更好的过渡。来看一下，在我们侧部转角的这个位置梳起来，看好啊，梳起来，细节了解，细节啊，细节很重要哦。来梳起来，找到我们侧部转角的这一片引导线，然后发片往前带，看好啊，往前带，然后以这个点开始来做放射，来第一片、第二片、第三片、第四片、第五片，各位能理解吗 ？OK， 继续第二片，顺着这里来，顺着这里来，看到你的引导线，慢一点。OK， 第二片完成，继续以这个点开始来做什么呢？一点放射，
好，继续梳起来，看我的角度啊，看我的角度啊，这些都是属于细节的部分，拉到水平面的角度就可以了。好，继续梳起来，看到你的引导线啊，看到你的引导线，发际线的地方啊，鬓角的位置一定要把它全部梳理起来，看一下有没有漏掉的头发。我们的运气太好了，看有没有漏掉的头发。继续最后一片侧部转角的位置，一刀就解决了，搞那么复杂，是吧？那我不搞复杂一点，怎么能体现我的优秀呢？做20块的这也可以一刀解决啊，对吧？做200块的都是10刀。今天老师是减2000的，所以他要分100刀。那这里有一根漏掉的，你一刀剪掉和我慢慢的剪掉，你觉得细腻度能不能一样啊？能一样，那你就一刀剪掉；不一样，那你就慢慢剪啊。我们看一看谁的头发剪完自然吹干，它的还原度更高。以侧部转角的这片头发来做引导，梳起来，咔嚓一刀干掉，再检查一遍。OK， 第一片完成。以我们的侧部转角点开始来做放射，1点放射。那你的手位要跟随你的为什么要站划分线来发生变化。OK， 第一刀的这个第二片怎么拉完成，继续。继续放射，来角度拉到水平的位置，这样剪完以后是不是一个轻堆积的效果？我想问一下，这样剪完是不是一个轻堆积的效果？是的吗？好，继续再来。这样剪完，它就是一个轻堆积的效果。好，漏掉的头发全部梳起来。后部有引导线，来，前后这样子就给它过渡过去了啊。那么刚刚这样子1点放射剪完了以后，大家来看一下，来这个地方，请问它有没有重量？有没有重量？各位 ，OK 吗？它第一拿走了一定的重量，但是呢，它的鬓角的位置不会说完全的特别的飘在这个位置，所以该挂耳朵的时候挂到耳朵后面，你也可以全部挂到耳朵后面。当你全部挂到耳朵后面的时候呢，你的后发区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收紧的效果。来，我们看一下侧面，可以吗，各位？哇塞，来，该快的地方你要快，该慢的地方你要慢。那这样子呢，后发区我们达到的收紧的效果已经得到了啊，外线的这个形状也得到了，后发区重量的去除也得到了啊，该要得到的这个层次的落点也得到了，所以你该有的细腻度全部都把它完成啊。OK， 好，接下来重点的重点啊。重点当中的重点，看好了。为什么说是重点当中的重点呢？一款发型的落点在下区，我们是要拿走这个头发的重量，得到层次、内部空间以及整个头发的一个量感的去除；而在上区要控制好整个头发的一个重心比例，它的一个层次和它的一个落点，这个是最为重要的。看好了，当你从侧面去观察的时候，来。你有没有看到它的头型？后发区这个地方是非常扁平的，看得见吗？后区这个地方非常扁平，
那如果你的层次的落点过于太高，就会增加这个头发头围的一个宽度，而下区它的下巴又很窄，那这个时候下面会显得很瘦，上面显得很宽，所以叫头重脚轻。那这个就是你的层次的落点没有控制好。那么我们从侧面来观察，它的层次的落点应该在哪一个位置会比较好？我们在头顶的地方取一束引导线出来，记住，然后把下面所有的头发梳到贴紧它的头型，然后把上面的头发放下来，先确定头顶的部分头发放下来的一个落点在哪个位置。那么我们从侧面来观察，它的层次的落点只有3个比例，以它的眼角、鼻尖和嘴角这3点线来作为参考。来，听清楚了啊！后区顶点的重量线以前区眼角、鼻尖和嘴角这3点来作为参考。那么今天我们应该选择在鼻尖的角度来设定后区的重量线，所以我们在头顶先确定一个长度，然后以它的鼻尖来作为参考，咔嚓一刀直接干掉啊！因为你在顶区的时候已经设定了这个头发的一个什么啦？已经设定好了这个头发的一个重量线，那所以你这样子设定好了以后，整个头发的层次就不会跑高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以这一束头发来做1点放射，水平拉出来，看到你上区的引导线，请注意这个头发我们是要来进行烫发的，所以在上区我们不要再用平切口去修剪了。看到你的引导线，来用挑剪的方式，看到没有？用挑剪的方式。我的衣服是黑色的，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对，用挑剪的方式，然后你的手位要往内扣，手位往内扣。披肩的话，某宝上面很多的呀。好，继续。好，那么第一片引导线一定要去把它建立好，上下保证在1到2公分的不连接。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片头发剪完以后，把头发拉起来，看一下是不是1到2公分的不连接。各位来看一下，镜头看得见吗？上下的头发有1到2公分的不连接。这个地方的不连接不能太长，太长会飘掉，太短那这个层次的落点就没有了。OK， 第一片完成，接下来继续以顶点开始来做1点放射。我觉得我的讲课的方式应该是属于通俗易懂的啊。明白。用挑剪的方式啊，挑剪的方式。OK。角度一定要降低，下面漏掉的头发给它切掉。来，第2片完成，继续以头顶做1点放射。我觉得剪头发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叫控制力。控制力是什么？就是这个发片拉起来，我一刀下去，它这个位置在哪个地方，它的落点在哪个地方，出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你有足够的控制力去控制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这种控制力呢，跟你的什么有关系呢？跟你的对层次、对技术的理解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我觉得跟你平时的这个不断的练习也是有关系的。你看很多的发型师是属于什么呢？看一遍感觉也能懂，看的时候感觉很容易，但是自己去做的时候为什么就做不到呢？是因为你的手上功夫还跟不上啊，还跟不上。以头顶1点放射，水平提拉，记住人的站位跟随头型走圆。在上区的重量的堆积，我们采用锯齿的切口，这样子呢，让它的整个头发更加的柔和。好，
那我们这一边剪完了以后呢，我们来从侧面来看一下，来从这个面看。当我们这样剪完了以后呢，这个地方的重量线啊，这个面的重量线就已经出来了。大家来看一下，在释放的时候，我们感觉它的重量会有一点点偏低，但是是因为我们故意这样子去设计的啊，故意这样子去设计的，目的是要干嘛呢？目的是要干嘛呢？啊，因为头发吹干了会短，而且我等一下要烫发，烫完了以后还会再短一点点，是不是？好，继续另外一侧，这边我的速度就可以稍微快点了。头位放正，找到你的引导线。剪这边的时候，手位不要往后靠，原位提拉，以头顶做1点放射。其实你的结构是最重要的，一款短发，你把它的形体和结构剪好了，然后你再去烫发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因为你的烫发它是搭配在你的剪发上面的。短发的烫发它不是说你要去控制它的软化呀干嘛的，它主要是要修剪。你剪的不行，结构不对，那你烫出来肯定就是个粑粑。OK， 再来，顺着这里走。好，最后一片。那你这样子剪完以后，它就是一个圆形的切口面，对吗？该收紧的收紧，该有重量的地方有重量，就完事儿了。Nice bless。来，我们看一下后面。Nice bless。塞哇 OK 不 OK 嘛，各位？哈拉手不哈拉手。头顶的部分呢，其实有很多种的方法，看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你看啊，因为它前面有一点点刘海，看到没有？它本身就有一个这样的刘海啊，那我们就以它的这个刘海来作为参考啊，但是我要再放长一点点，把前面的长度定到哪个位置呢？后面的重量的落点是不是在鼻尖？那我们前面的重量的落点一样的在鼻尖下面1公分。请问为什么前区的重量线要比后区的重量线要长1公分呢？是因为我们从侧面去观察，整个头发一吹干，然后往后开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幅度的时候，它的重心的落点就会和后面刚刚好。如果你把重量线和后区在释放的时候剪到一样长，吹干以后，等一下前区的重量就到这儿来了。各位能理解吗？所以在鼻子下面1公分放长一点点，好吧？然后把所有的头发全部梳到前面来，后区能梳到的头发全部梳到前面来，快速的几刀直接把它干掉就可以了。这里够简单吧？我觉得一款短发最难的在哪里呢？第一个是后部枕骨区，第二个是我们的鬓角，第三一个就是上下层次的落点的一个控制。我觉得只要把这几个地方控制好了，其实一款短发就还不错了啊，就还不错。那也就是我在前面先快速的剪了一个方形的切口面，把它的长度和形状给它定出来。好，接下来开始我们要怎么样来修剪呢？以后部顶区的长度来作为参考，然后随头缘来做修剪，梳起来，先往后带。看一下你后部的引导线，然后随头缘去走，跟随头型，继续，一定要随头型走圆哦，各位老板 ，OK， 完成，继续，第二片。
随头缘去修剪。那把上面这个切口去给它磨圆。啊，这个地方应该没问题吧，各位老板？啊，侧面能梳起来的全部梳起来。在上区这个地方，哪一片是最重要的？就是中间这一片是最重要的。这一片头发只要你过渡好了，来，这一片形状过渡好了以后，然后将中间的头发左右分开。刚刚是前后走圆，然后接下来侧须上下走圆。你需要把侧面的这个角给它怎么样？是要烫的，是要烫的。走圆，把侧面的这个角给它磨掉，继续，因为顶区有了引导线，跟随头型来移动。要考虑上下连接的问题吗？不用考虑，因为放下来上下本来就是不连接。这个地方上下一定要走圆过渡，要不然你的外线它会左右飘掉，不够实。那不够实的时候，你的形体就不够稳。对，我刚刚讲的就是，当你的外线不够实的时候，你的头发吹干以后，它就会怎么样呢？它会虚，会飘掉。OK， 那这样子，我们整个头发的一个结构就已经全部剪完啦。来看一下，对，就是不同的一个划分线，可以给别人一个不同的印象。因为它前面是有刘海的啊，那如果说本身没有刘海的话，那这个头发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大刘海的感觉？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对。如果本身它没有刘海，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大刘海？这个长度我是没变它的。是吧？这样看上去会很舒服啊。OK， 接下来我们要来对这个头发进行一个烫发。那么在这种短发上面去做烫发，我跟你们说实话啊，烫的不好就很容易干嘛呢？很容易很老气，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烫不好就很老气。烫得好，这个头发就很洋气。所以你们看一下我这个头发是怎么去排干的。来，头顶的部分不要分到侧部转角点以外了啊，分的稍微窄一点。那么这个干子呢，我们稍微要分得高一些，因为头顶的地方我需要的是它的一个蓬松和饱满度啊，所以在头顶的地方控制在1圈半。OK， 好 ，OK。第二个杆子拉到水平的角度，那么也就是跟着你这个头发的层次和跟着它的头型来走。你得了解你这个头型，还有你这个头发本身修剪的这个层次是怎么样的。来，这种头发你说剪一下收个180啊，你们做现场剪一下收个180、280、380，我觉得都可以。然后烫一下，再收个880、1280，对吧？你说一个短发你剪完以后又不能烫，对吧？一剪1、2个小时，在那里疯狂的剪，有什么意思嘛？没意思，是不是？好，第三个杠子，相同的方式。来，这个杠子呢，角度略微再降低，因为这个杠子是一个过渡的地方。
但是因为它的头型枕骨区比较扁平，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地方增加一定的饱满度，所以这个地方你的角度可以略微抬高一点点。那我希望在这个地方烫完以后，它有一个饱满度在这个地方。如果模特的后脑勺比较饱满，那这一片的角度就干嘛呢？降低一点点，因为这个地方我不要太大的一个饱满度，是因为这个模特的后脑勺比较扁平，所以呢，我角度略微抬高一点，让这个地方的卷度吹干以后会比较散落一些就可以了。OK， 后区这里卷3个杠子，然后呢，我们再到前区，在这个地方我分了一个3角的发片，因为头顶前区的头发它是属于放射状的。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地方烫完以后，整个头发它能够有一个更强烈的什么呢？延伸感，更强烈的延伸感。那在前区这里再分一个3角的发片，因为它本身有一个刘海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啊。那这一片头发呢，刘海它本身比较短，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呢，角度一样要抬高，因为我希望让刘海有一定的蓬松度。看一下，在前区我分了2个3角的发片，我们的药水呢全部刷到离我们的头皮差不多1公分的样子就可以了。好 ，OK， 角度呢头稍微低一点，角度呢稍微梳起来一些。在这个地方我只需要1个杠子就够了啊。好，小姐姐头微低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里是一个3角的发片，这里是一个3角的发片啊。然后呢，再把侧面这个地方的头发给它分出来。好，那这个位置的头发呢，我们就不能够把它再烫蓬松了。如果这个位置的头发再烫得很蓬松，那我告诉你，这个头就会显得很大。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一个发片刻意的往前梳，看到没有？角度压低。好，这个发片呢，我要把它烫一个收紧的效果，所以我要往外去走。因为两侧这个位置，如果你把它烫得过于太饱满了，那这个头发它会显得头很大。好，看一下这个起来，这个收紧，那另外一个也是一样的。在我们整个侧部这个地方，请问这个地方的头发怎么烫？我想问一下各位。这个位置的头发，请问这一片头发怎么办？是烫饱满吗？如果这一片头发你烫的是饱满，那两侧侧部转角的位置是不是就鼓起来了？所以在这个位置，对，一定是要去烫收紧，因为在侧部转角的位置，你看我的发片分的是很大的分得很大，但是呢，这里的长度只有这么长，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烫收紧往外走的时候，要选择比这个杠子要小1号的杠子。因为短发的烫发和长发不一样，长发你还要去考虑软化，对吧？成型的问题，而短发呢，考虑的是美感的问题。烫外翻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它的卷度会干嘛？会放大，所以一定要卷到1圈半到2圈的位置。看一下啊，收紧，来，收紧，收紧，饱满啊。所以每一个区域是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其实拳头不需要很多杠子啊。这6款，如果你把剪和烫把它学会，那我告诉你，你在沙龙工作当中，短发的项目率，那我觉得一定是妥妥的。一样的，这个杠子一样的是卷一个什么呢？收紧向后的效果。杠子的型号要选择比前面的小1号的杠子。因为长度的问题，因为是往外翻的问题，所以它会放大它的什么呢？卷度，所以要往后走。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鬓角的这些地方，那这些地方是不是就不烫了呢？并不是，这个地方我们都是要去把它做收紧都是去做收紧的一个烫法。来，鬓角这个地方梳起来，角度降低，我希望是在鬓角这个位置有一点点幅度就好了。发尾的地方有一点点幅度就可以了，斜的往前去卷，来，
发尾在下面，来去卷一个收紧向前、收紧向前的效果。OK， 来，在这个位置，我们要烫的是往前的感觉，往前的感觉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去剪一个空心卷，往前。因为我们有可能建议老师需要这个发尾的流向稍微灵动一点。你看啊，每一个位置我要什么效果是有美感的，懂吗？是有美感的。脑海当中、心中是有什么？是有形的。心中有形很重要。来，这个杆子一样的，这两个地方我都只需要用空心卷，我是垂直的卷进去的，因为我要的头发的流向是往前勾，往前勾啊，这样的一个感觉。来，另外一边鬓角相同的方法，在中间的位置是要制造饱满度，而在两侧的位置制造流向和收紧感。它的枕骨区是比较扁平的，是不是？所以在这个位置要干嘛？制造饱满度，而且这两个发片是为了上下做一个什么呢？过渡。还有两个位置要再卷一下，你看啊，到处都是细节。你看啊，来，这样卷完以后，等一下放下来，你有没有感觉这里直邦邦的掉到这个位置，是不是很难看？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在我们从正面去观察的时候，当它挂耳朵，我需要的这个头发在这个地方有一点什么这种往外翘的感觉。我们卷完了以后，这个头发加热10分钟，定型5分钟就可以搞定了。来，冲水就可以造型了。来，这边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个位置你不去做的话，完全服帖，对吧？然后上面有卷，它看起来是有点怪怪的，所以这个位置让它的发尾有一些些的往外翘的感觉，它才是符合这款头发的一个烫发的逻辑。OK， 这样子整个头发排杠就算全部完成了。我们用保鲜膜包起来，然后呢给它加热一下。这个就是我们最后烫完的整体的一个效果，非常的 OK 啊，整体的一个效果。刘海的中间啊，你可以去干完以后，来中间拉高一点，拉一些小小的这种轻微的线条出来，懂吗？拉一点这种小小的线条拉出来，对，它是另外一种湿发感啊，另外一种湿发感。OK， 那今天的直播我们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啊，非常感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